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度者，愿其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如菩萨行论》。《如菩萨行论》的这个作者吉田论师呢，我们前面也简单的介绍了他的一些事迹。我想这里呢，也给大家讲一下他的一个公案。吉田菩萨我们前面所介绍的一样，到一个森林当中医治一位文殊菩萨的这个化身的一位上师，然后获得了这个教研以后得到成就的，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那么后来呢，吉田论师依靠上师的开示，他前往到城市里面去弘扬佛法，然后他一直前往印度中部的叫曼嘎的城市里面。曼嘎的城市里面，当时的这个国王呢，就是正在招生一些国王属下的大臣啊，还有一些门卫等等。后来人们觉得是这个吉田呢非常了不起，然后他就是当着那个国王的这个门卫，也就是说这个保护国王的一个内臣。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的威德力或者是他的慈悲力啊，当时这个吉田身边的很多人呢对他非常的恭敬。吉田也是以佛法的这个进行，佛法的这种道理进行给他们这个宣讲，许多人接触了这个痛苦，获得了快乐。这样一来，人们都非常的恭敬他。那个时候有一些大臣啊，有一些奸臣呢，对他不满，然后在国王面前进行告状，说是这个门卫呢不合理的，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合理的，他连保护国王的这个宝剑呢也是假的。确实当时他有一个宝剑，这个宝剑呢就是木头做的，就是木剑，也是文殊菩萨赐予加持的。当时这个很多人呢一直这样在国王面前就告状，告状以后呢国王也是要求每一个这种他的这个眷属的这些武器呢，就是重新要这个检查。当时吉开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这个宝剑呢，最好的是你们不要看，如果要看的话呢，可能有一些危险。但是国王呢一直不听，就必须要看。后来他说，如果国王实在要看的话呢，那么到一个寂静的地方去，最好你一只眼睛呢就盖着挡着，以后呢就看得好一点。后来国王照着这样做的时候呢，确实用眼睛一看，这眼珠已经掉在地上了。然后当时他也非常的害怕，所有的在场的人呢，也是知道是吉田菩萨的这种大成就他的大成就。后来就是所有的眷属和包括这个曼嘎达的国王呢，在这个吉开面前，我们这个他出完家以后呢，就是叫这个吉田。那么现在呢，他可能叫吉开，但这个呢也可以用吧，就指的是一个人。当时在他面前，大家就忏悔。忏悔以后呢，后来国王也一直恭敬的祈祷他，恢复他的眼睛。然后吉开呢，就是最后也答应。答应以后呢，用竖着就是拉去这个眼珠，然后就是插在他原来的这个眼孔当中，恢复如初。所以呢，当时也是从他的成就方面啊，就是成就方面呢，与跟其他人完全是不相同啊。就这个问题呢，大家也应该记住。我想我们顺便呢，吉田菩萨的7个稀有的传记呢，方便的时候给大家也做个介绍。那么这样的大成就者吉田论师塑造的这个如菩萨行论呢，我们现在要宣讲的内容啊，就是宣讲的内容。那么法本上是这样说的：完整无缺，正确无误开明，大乘道的这部如菩萨行论分2：论名和论义。
他这里呢，我们这个《如菩萨行论》这部论点当中呢，完整无缺的已经宣说了所有的大乘的极道果的次第啊，就是极道果的次第，然后无我的已经宣说了真确无我啊，就这些文字上呢，大家要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不要这个一下子就过了，就是应该认认真真的去思考。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部《如菩萨行论》，如果我们好好的学习的话呢，可以说是整个大乘的所有教义包括在里面，已经涵盖了所有的大乘这个经论。我们在末法时代短暂的人生当中，所有的大乘经典论点全部要了如指掌的话，是恐怕是不现实的，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花一段时间，然后精勤认认真真的学习这部论点的话，实际上大乘菩提道的所有的这些次第和所有的教言呢，都已经了解了啊，就是都了解了。所以呢，这个意义是相当大的。我想尤其是现在的一些大城市里面的人呢，真正去上一个佛学院呢，或者是到一个寺院里面去完整的学习有关这个教理的话，相当困难的，有系统性的、很完整、有这个次第性的这样的学习的机会几乎都是没有的。但我想，我们如果自己把这个如菩萨行论的这个论点呢，就是当做最重要的一项事情，应该这样来对待。现在很多人听课学习佛法呢，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生活放在重点，然后这个学习佛法和研究佛法、修行佛法呢，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啊。这就是很多佛教徒的态度啊，就是对佛学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把自己的吃喝玩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生活、工作等等这些放在最主要的，时间也是。大多数的就是以这些来占着自己的时间，所以我想呢，大家一方面恐怕是城市里面的人呢，就是不像我们这个基金地方的出家人一样，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这个生活，有一定的困难，这个我们也理解。但是呢，你对这个学佛的时间呢，没有安排，学佛的经历呢，自己没有这个安排的话，是恐怕这个永远也是你的学佛呢。就不能成功的，所以每一个人把这个学习佛法的这个事情呢，应该尽量的把它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应该给他就安排一个比较充裕的这个时间，让自己的精力自己的这种生活当中呢，也一定要拉出一部分。现在很多大城市里面的学习佛法，比如说一个组大家坐在一起，然后就是吃一顿饭呐，就是然后这个喝个茶，然后讲一些没有什么意义、无关紧要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完了以后呢，就是今天我们辅导已经这个结束了，这不叫辅导，就是这我们这个佛学院的话呢，就是这叫做是破坏纪律，就是不叫真正的真是这样的，所以我看到外面有个别的一些修行人呢，还是学的也可以的他们大家处在一起的时候呢，比如说借助2个小时2个小时全部都是辅导研讨大家都思考讨论这样的然后过了以后呢，就是自己到自己的家里面去，就很有这个方便法的。但有些的话并不是这样的，经常处在一起呢，全部是浪费时间而已。我想我们这个学习如菩萨行论的时候呢，希望大家不管是你住在自己的家里学习也好，或者是跟大家集体学习呢，千万不要把这个非常珍贵的时间呢，就一下子就磨光了，一下子就是耗尽了，这样就非常可惜。因此，我们真正的一些修行人来讲呢，自己的财产不是很这个昂贵的，然后自己的这种身体呢也并不管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间。时间呢跟生命没有什么差别。一个人对时间的概念，概念呢很模糊的话呢，说明他对他的这个修行呢，不负责任。应该可以这样讲，所以每一个人呢，对自己的时间应该有一些安排。我想安排的话呢，也可以。这几天我们每天早上要求这个6点钟这个修行，但
大多数的99%的人呢，都还是安排的很好的。这几天现在这个睡眠呢，好多事情都已经缓过来了。然后缓过来了以后的话呢，以后已经成了这个正常的一种这个位移了这样以后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并不是没有时间。关键就是自己太愚痴了，然后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迷迷糊糊的，就是全部已经过了。所以呢，我希望呢，就是世界上的这些有些在家人的话呢，你们也遇到这样的这种虽然我讲者很差劲，就是确实是这个不具足说法者的法相，这一点我自己也明白。但是呢，所讲的这个法，所讲的如菩萨行论的内容呢，非常的完美，非常的这个殊胜。遇到这样的法呢，大家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对待。没有这样的话，现在世界社会上的很多人呢，就整天都是担着什么呢？就是担着一些世间的无理，就是世间的一些特别肮脏不堪的一些这个贪嗔痴的对境。除此之外呢，就没有什么真正有意义的一些纯洁的这种思想。如果这样的话呢，那这个世间的这种轮回呢，就是越陷越深就越深，始终最后自己也是不能就是从中就是得以解脱。所以说呢，大家应该有这么好的机会的时候，自己对自己的生活，自己对自己的时间就是做好安排，就我觉得很有必要。那么这里已经讲了正确无我的宣说这个大乘道的入菩萨行论呢，我们分两个方面来讲。首先是论名，那么这个也是有真实论名和义理分两个方面来讲。首先真实论名呢，翻译当中是这样的：菩提萨埵扎呀阿巴达拉，就是在翻译当印度的这个也就是说天人的这种翻译，印度本来有这个4种语言、5种语言、6种语言，就是都几种语言。那么这里呢，就是用这个桑智达翻译，就是以翻译来这个宣说的话呢，就是这样的。那么翻译的。如果我们翻成韩语的话呢，那就叫做是那个如菩萨行论，就是如菩萨行就是如菩萨行。那么韩语跟梵语就是对照就是一个一个对照的话呢，梵语的论名译成为汉语，即是菩提为正觉，就是所谓的这个菩提呢，就指的是正觉的意思，真等觉觉悟觉明等等。正觉呢也有这个佛陀的意思。那么从广义上讲呢，就也有佛陀的意思，也有中佛。也就是说圆觉的意思等等。然后菩萨呢，菩萨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他这里萨埵，就是萨埵呢，就是菩萨，就是我们从直接译过来的话呢，就是菩萨也可以说，人们平常说的就是菩萨的。还有这个菩萨的意思呢，就是勇士，就是勇敢的这个意识。勇敢的意识是什么呢？指的还没有获得佛果，但是在因地的这些菩萨呢，就是叫做是勇士就我们平时说文殊智慧勇士等等。他所谓的勇士呢，在多生累劫当中，利益无量的众生，度化无边的有情的话，实际上在自己的内心当中不会产生恐惧，或者是一些这个畏惧之感。这样的勇猛大德呢，就是叫做是菩萨，就是也叫做是勇士。所以他这里勇士。然后扎雅呢，就是行为的意思就是扎雅是这个行或者是行为的意思。阿巴达拉呢，就是去入就是入的意思。那么这几个加起来的话呢，就是合在一起的话呢，就是入菩萨行就是入菩萨行。如刚才那个真觉或者是如菩萨真觉行，就如菩萨真觉行也可以。然后菩提萨埵全部结合起来的话呢，我们平时说是入菩萨行论什么叫做入菩萨行论呢？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入的话，意思就是说加入或者说是这个去入去入的意思。刚才这里我们要加入什么样呢？就是加入这个诸佛菩萨的行为。他这里行为呢，引申出来就是六波罗蜜多就六波罗蜜多。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已经这个加入了大乘这个菩提萨埵的殊胜行为六波罗蜜多的这个原性当中去
啊，就是原型当中。所以这部论点的整个大概的意思呢，也是这样的啊，就是这部论点，我们什么叫做如菩萨行论，大家在从字面上也应该必须也应该通达，还有从它的意义上呢，也应该了解啊。就如果不了解的话呢，我们很多人这个学习论点呢，学习知识的时候呢，就大概的了解，真正没有去领悟，这一点是不合理的啊，这不合理的。说我们这里这个如菩萨行论就是菩提啊，就是菩提。我想我们这次啊，就是如菩萨行论学习的好多导游的话呢，我想给大家共同取一个名字，叫这个菩提学会啊，就是学习的意思。就各个地方呢，也会用这个，因为这个呢，显宗也可以用，密宗也可以用，各种宗派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用。不仅是我们学习现在如菩萨行论的时候呢，也可以用这个。还有呢，就是学习其他的一些论点呢，就是密宗的一些教言呢，都应该是可以用的。所以我们这次大家呢，就是各个地方有一些可能到时候就是如果有一些人这个学习如菩萨行论的话呢，到时候分一些什么这个菩提学会一组，菩提学会二组，就是这样啊来分的，可以就是每一个地方。那么这也是一种缘起，因为这个道菩提、果菩提、自性菩提，或者是论菩提、意义菩提，当这个菩提的范围呢相当的广的。所以我们真正要学习菩提心的话，那就是一定要从自己的这种内心去做。这样的话，我们学习菩提的这种慧远呢这样说明的话，应该很好。下面我们要了解，那么这一论名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取名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叫做如菩萨行论。如菩萨行论的话呢，那么就是它取名的方式是非常多的。就像以前那个解深密经当中的话呢，就是以地方来这个取名的也有，以人来取名的，还有以比喻和意义等等，就是大概有四种这个取名的方式。这个佛经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那么我们现在世界上呢，也大家都清楚就不管是什么一个东西的话呢，都有这个取名的方式是不相同的。人有人的名称，地有地的名称，还有外面的山河大地，任何一个事物呢，它有它的就是不共的名称就是名称。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佛经的话呢，就是佛经有佛经的不同的名称，论点呢，论点有论点的名称。那这些名称呢，也不是没有缘故而去的，所以在这里取名的方式呢，本来是无数的方式是相当多的，多种多样的，但归纳起来的话呢，就是有这么几种。通称而言，命名的方式有疏所质疑就是疏所的从意义上面这个去的也有。意义上面的话呢，包括我们这个如菩萨行论也是从意义上面去的，还有平时我们讲的什么这个释地经菩提道次第论等等，就是很多都论点呢，就是有些意义上面去的，有些论点和经典呢，就是意义上面去的。还有能所质量来取名的话，就是能所是指的是它的词句，那么词句的这个数量来取的，比如说我们中观400论或者是什么这个戒律就是戒律300论七十空性论60真理论还有这个40、50颂等等，就是有很多都以论名什么能所的这个词句的数量就是词句的数量来取的也有一些从它的这个作用上面来取的比如说咸语经还有一些大解脱经等等，就是这些也有一些作用方面来取的。有一些是以地点来取的，像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囊切经的话呢，当时这个佛陀在这个囊切地方所宣说的缘故叫这个囊切经，就是这样。还有许多的这些以地方为名而宣说的经典或论点也有。
然后有些是以眷属，以眷属的名呢，比如说龙王亲闻记呢、弥勒亲闻记呢，现在汉传佛教当中的话呢，也有，比如说这个六祖坛记呢、了凡四训呢等等，就是这些呢，依靠这个有些是亲闻者的这个名称来取的，有些呢就是作者他自己的名称来取的，就这种方式都有。然后事件和比喻来命名的，还有一些事件就是我们这个仙界经啊，仙界经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这次仙界里面的所有的一些这个前佛的这个名称所宣说的缘故，就是仙界经。有些是以比喻来这个宣说的，比喻来宣说的话呢，像道干经啊，或者是金刚经啊等等就是这些是以这个它的比喻来这个宣说等等。此论是以其中的第一种方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这部论点的话呢，那么就是第一种方式就从意义上面来去的。为什么意义上面来去呢？我们前面也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去入什么？就去入这样的这个菩萨的行为当中。所以我们去入这样菩萨行为当中的话，首先我们从词句上来了解，所谓的如菩萨行论呢，是这个去入大乘菩萨行为的一部论点，这里面着重宣说了这个道理。从文字上我们这样理解，然后从意义上面，每一个人就是从现在开始，真正的我要加入大乘的这个行列当中。加入大乘的团体当中，这一点大家每一个人心里要发这样的这个誓愿这是我们这次所学的这个目的就是这样的。我们这次为什么是学习这个如菩萨行呢？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得到一些佛法的这个利益，关键是什么呢？看我们的自己的这个信心如果你自己没有信心，你内心当中没有什么在意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如菩萨行论里面的很多价值很多道理呢，你不一定是非常圆满的。当然，每一个人呢，我觉得是一个是自己的缘分不同，根基不同，还有前世的法缘不同吧。这次我们学习如菩萨行论，比如说有100个人，100个人的话呢，可能就是有50-60个人呢，就是真正他的这个意义呢，有一定的了解。有一部分的人的话，那么可能不单是意义没有了解，连词句都没有了解。还有一部分的人的话，那就是他的这个誓言不坚定呢，刚开头只是个听2天，然后呢就开始中间就不能这个圆满的下去，也会有这样的。所以这个听众的根基呢，也是完全是不相同的，而且获得的利益也是不相同的。本来从表面上看到我们一个经堂当中，然后呢坐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大家坐在一起的，然后我们的这个穿着语言很多这个文化差异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当然，每一个人的根基和自己当时在听书的过程当中的有一些这个心态很多都不相同的。有些心态呢就是摆得很正的，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杂乱的心一心一意专注的话，恐怕每一天呢，应该得到一点点这个利益。所以我想，我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再三的重申，就是要求呢，我们从内心当中一定要想什么？我从这个现在开始，我加入了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团体当中。那么我加入了这个佛教的团体，大乘佛教的团体以后，我以后的工作是什么？以后的事业是什么呢？尽心尽量的利益众生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则。这就是我们大乘菩提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要求和方向。如果我们这个没有搞定的话呢，我们表面上是怎么样做，就是怎么样修，恐怕是不能成为真正的这个大乘菩提的因，成为真正的这个大乘菩提的因。下面我们继续讲，意思就是说，刚才也提醒大家，我们这次如菩萨行论就是学习如菩萨行论的话，意思就是要去入大乘菩萨的六波罗蜜多当中，就是这里面意思就是这样的，也很简单。但我想我反反复复这样说的话，也许有些人呢，真正依靠这些话语来自相续当中有一种就产生一种誓言，产生一种决心，
就如果产生一种觉醒的话，这就是我们一生当中非常难得的，非常难得的。所以，这个如菩萨行论的名称呢，大概这样来取得。取名有何必要呢？那为什么这样取名呢？一般来说，取名的必要就是为了了解意义。当然，我们这个取名呢，就了解这个意义。实际上的名称呢，就是有些是依靠这个比喻啊，依靠意义而取名的也有。那么有些名称的话呢，就是不依靠任何这个原因，就自己顺便取的。比如说我们人名的话呢，像藏族人这个取名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意思解释，吉祥天女啊，就是吉祥如意啊等等，就有很多人，基本上大多数人都有这个解释的。那么其他的有些民族的话呢，就没办法解释，就是也有这种名称啊，包括我们实际上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为什么要取石头，那么这个石头的这种名字为什么这样取呢？这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原因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到时候音名当中也会讲的。名称呢，一种是有原因的，一种呢就是没有原因的，有两种来这个取名的。但是我们论点呢，取名的时候应该说是有一些原因啊，就是没有原因的这种取名呢，几乎都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这个如菩萨行论呢？这样取名呢？取名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南切经当中这样说的：若不立名称，世间皆迷蒙。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物质、所有的人啊、地方啊，没有取名字，那就是这个世界都已经这个很迷茫的一片了啊，就是没有就是取舍的这种概念和方法了。故佛巧方便呢，诸法拟以名。所以呢，大慈大悲的佛陀具有善巧的方便方法呢，要求也是这个让这个众生呢，就是对所有的事物这个取名的。然而，这个佛陀呢，也了解或者是了知这个一切万法呢，有这种取名的这种方式啊，就这个意思。尤其是因为此论是以所说的论义来取名的，所以诸位密根者通过论名就能够通达了论中所说的大概内容。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部论点的话，依靠意义来取的。依靠意义来取的话，有一些立根者呢，一看到这个论名呢，马上知道是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就像以前那个智者大师的话呢，他一看到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话呢，《妙法莲华经》里面所讲的所有的内容都已经这个通达了。后来他在6个月当中进行宣说，也是就是一直讲不完，就是光一个这个经名呢，也讲了那么长的这个时间。而中根者的话呢，就是你看到这个论名以后，基本的意义呢会通达。比如说如中论啊，或者是量力宝藏论啊，或者金刚经啊等等，你听了以后的话，大概的意思、大概的概念呢，会这个了解的。那么最下根者的话呢，也是寻找法本啊等等，有很多的必要。首先宣说论名，其他根基者也是依靠此而容易的寻找法本的啊。如果我们这个入心论这几个字没有去的话呢，那放在哪一个法本当中，我们都根本不知道，就是后面怎么分呢？但是我们这个最敦根的话呢，就是入心论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平时照的时候就比较方便哦，入心论就是放在这里，就是一看就知道了，所以有这样的必要。这就是我们这个取法本的就是取名的这个内容和必要。那么论名用梵语的目的是为了在自相续当中播下梵语的种子，并说明来源可靠。加之一念意思智者的恩德，它这里呢，比较就简单的这个语言来宣讲的。那么我们前面就是菩提萨埵等等，为什么用梵语来这样宣说？其实梵语来宣说呢，有几种原因。梵语宣说的这个原因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相续当中呢，就是播下这个解脱的种子，梵语的种子。就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接到了播下了梵语的种子，有什么这个利益呢？我们以前也是讲过，因为我们所有的前解佛啊，就是前解这个先解前佛的话呢，实际上全部以这个
这个印度人的身份这个成就，以出家的相呢就是成就，而且呢全部在印度这个菩提迦也成就，成就以后呢以梵语来这个转法论，就是第一次出转法论是全部用梵语来这个转法论，因此呢这个语言的价值和功德是相当大的。如果我们现在每一次读一些论点的时候，前面的这个梵语在课里面这样念的话呢，那么自相续当中已经就是种下了这样的解脱的种子，所以不仅是印度的高僧大德们用这个梵语，就这个梵语呢，我们到了这个藏地的时候，很多意思呢几乎都是不一的，就是前面就是梵语什么什么，然后藏语什么什么。我们每一次大藏经翻开的时候呢，大藏经的每一部经典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梵语什么什么，然后藏语什么什么，然后我们翻开论著的时候，200多行呢，也是刚开头的时候。全部是用梵语啊，就是用梵语。为什么是这个不能翻译呢？当然，我们不能翻译，的也有5种不能翻译的，比如说注语不能翻译啊。我们前面讲心经的时候也给大家讲过，但是在这里呢，就是翻译不翻译的原因呢，也在这里，也在这里。所以呢，我们平时不仅是印度大德们有这样的传统，而且藏传佛教当中的有些个别论师呢，也是虽然是他不是用梵语写的，但是开头的时候呢，也用一些梵语。原因是什么呢？让后学者呢，就他的相续当中接头，就种下这个善根和种下这样的种子，就是所以呢，也有这样的这个传统啊，也有这个传统。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用梵语，就是原因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来源亲近啊，就是来源亲近。那么来源怎么这个亲近呢？大家应该清楚，印度的话呢，不像我们这个藏地或者是中国，就是不太相同的。为什么？当时的这个造论的话，非常的这个就是严谨的一件这个大事啊，叫严谨的一件大事。一般来讲，印度智者们造论以后，还没有牛通的时候啊，就还没有真实牛通的时候，很多的高僧大德和智者们呢，大家集聚在一起，然后就开始这个进行就是进行检验啊，就是进行就是观察。观察以后，如果觉得这个论点呢，就是可以过关啊，就当时呢，就是有很多的智者集聚在一起。比如说，这个人呢要出一本书的话，那这个所有的这些智者们专门集聚在一起进行研讨、进行辩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作者已经获胜了，就是就是已经就是得胜了。如果这样的话呢，给一定的待遇、一定的这种奖励啊，就是利益，就是有这样的。如果他造的这个不符合佛法、不符合世间法，这样的话呢，那就是就是把它就是拴在那个狗的尾巴上，然后呢，就是在整个城市周围呢，就是转几圈啊，转几圈以后把那个法本拿来，就是烧了，就是不能公开、不能出版、不能流通啊，这就是他们的这个规矩。有一些这个论点呢。不仅是这个内容不是很好的，而且对人们的这个身体也好、思想也好，对他的健康有损，就是健康有害。如果这部论这样的话，那这个作者呢就是受法律的这个惩罚，有些是断那个胳膊的啊，有些呢就是一辈子当中就是关在监狱当中啊，也有这样的啊，就是这是我们可能其他的国家也是有的，有些这个比如说反动说啊，就是一些对人的这个思想不利的有些。论点呢，就是现在也是有些国家是也会提倡这一点，所以印度当年的话，那就是随随便便不能容易，因为这个是有一定的危险性，没有一定的把握呢，不像我们现在人那样，现在人呢为了有些金钱呢，为了那个这个名声呢。随随便便今天呢就是自己乱写一套，然后呢就是明天就花一点钱就是出版到处都就开始这个发行，就不是这样的。实际上这样的论点呢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的目的呢并不是利益众生啊。现在很多人做相当多的啊，不管我们这个佛教上也好，或者从实践的书上面，只要有一些人民币的话，那就是这个书呢就是不容易没有一点困难，就马上可以这个出书了啊，就很容易的。实际上，这种传统是相当不好的。真正的一些佛教的论点呢，应该是通过这样的这个严格的考核、严格的这种这个检验以后呢，就是才可以这个出版的话，那对整个佛教界呢有一定的利益。所以当年印度呢，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论著当中的
200多哈呢，这些的话呢，真的是这个价值是无比的就是因为当时有成千上万个智者和班智达呢，集聚一起，大家都就是通过这个就是认可而得到的，所以说当时的这个来源就是相当的亲近。因此，我们一知道前面有梵语的话，这就是印度这个传下来的。既然是它是印度传下来，那这个论点是非常是可靠的。所以，我们平时藏传佛教当中也的确有这样的。一般印度的，比如说如菩萨信论啊、如中论啊、中论啊，还有一些这个包括阴明方面的身量论啊，这些论点的话呢，所有的佛教都100%没有一个不认可的。如果不认可的话呢，那这个人的信仰和精神有问题的了就是因为知道是只要是龙母菩萨造的，月称论是造的，西天菩萨造的话呢，那100%就是里面的内容是千真万确，大家没有任何这个怀疑所以呢我们对这个来源亲近方面呢也很重要的。我们有些人呢说是你们这个学院出来的上师，你们学院出来的法本应该是很好的，我们不一定的，因为我们真理呢没有那么严格，所以我们真理这个出来的所有的人100%都是非常好的修行人的话呢，也不一定，就是不敢这样保证。然后真理出来的这个所有法本呢，全部是很好的话呢，也不敢保证的。包括我自己这个有时候呢，就是胡言乱语，就是写成文字的有些的话呢，也对众生是有利还是有害，但真正的害处，我觉得是不一定是有的，因为我这里呢，也是这个所造的东西呢，并不是故意害人和众生了，没有的。但是凡夫人的这种分别念，也可能是不一定有利的，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以后学习的时候呢，应该来源亲近的最可靠的佛经论点，论点当中也是真正的大成就者所造的这种论点，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平时呢翻译的时候呢，一般是真正的大成就者和真正的非常了不起的这些大德们的这个文章或者是他的论点呢，我就愿意翻译。然后别人呢有一些议论的，或者是自己也是就是搞不清楚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暂时不敢翻译，就是也有这个想法。所以我们这个学习佛法呢，来源亲近很重要的，就是这是来源这个可靠，就是这样讲的。然后加之一念以此智者们的恩德。那么为什么我们前面就是用一个翻译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印度呢，就是我们这个佛教的来源。就首先第一个就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呢，也是以印度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他以这个转三次法轮，都是以印度的翻译来就是转的。后来的话呢，不管是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国家呢，有非常多的一些仪式就是一些大仪式、小仪式呢，他们也是翻译了很多佛陀的经典和论点。然后后来的一些班智达一般我们藏传佛教当中所有的翻译的话呢，印度的一位班智达和藏地的一位依次，就是这两个结合起来就翻译的比较多一点。每一个这个论点或者是经典的后面呢，就是都有一些意思的这种名称。所以呢，这些这个印度人呢，就是我们经常称为班智达，然后这个藏族人呢，就是叫做依次，就是我们这个经常有这样的一种习惯。但不管怎么样呢，印度的这个佛教的来源是非常这个亲近的，但是这里的这种这个论点和经典，如果我们这些医生们呢没有这个翻译出来的话呢，恐怕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这些宗师呢，眼里也很慎重的。然后现在我们要学一个梵语学一个其他的语言呢，然后要精通的话呢，就是恐怕非常这个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内心当中呢，应该对这些这个医生们有一种就是感恩之情就是感恩之情。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好像觉得是无所谓的、平平淡淡的一种无动于衷吧，就是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反正这个论点都是现在已经出版了，很容易如果以这种心态的话呢，不要说我们这个佛教，连实践的可能有些基本的这个什么这个人文道德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恐怕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我想，我们作为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对这个上师、对佛陀、对菩萨们呢，一定要有一种强烈的信心，非常感谢他们，始终都是有这样的。每一个佛教徒，每一位弟子的话呢，如果他对他的这个上师呢有一定的这种感恩之情呢，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上师的价值呢肯定会融入他的心的。如果觉得好像这个上师呢也是跟这个实践的一般的老师一样的，你看对这个实践的老师也是没有什么这个有这个恩德之情啊，就有感恩的这种心情的话呢，那恐怕是在他的相续当中不一定得到真正的这种学问啊。就是我们实践古人的话呢，也经常说这个因随事远，这个因随事远的意思的话呢，以前这个宋代的时候啊，就是禅宗有一位禅师叫做是大坚禅师啊，就是大小的叫，就坚是坚定的坚。那么他呢，是这样说的，说是这个因随志远，自觉自悟啊，就因随志远，自觉自悟，死其源在，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因随的来源呢，就是自己应该这个明白的。同样的道理就是，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上师呢，难道很遥远吗？就是也就是说，这个他这里呢，我们要什么这个向到这个上师的恩德的话呢，那么这个所有的佛法的来源就是上师。那么这个如果你向到没有望到上师的恩德的话，那就可以说上师呢就是并不是很遥远的。总而言之，我刚才从3个方面来讲呢，第一个是这个说了梵语就播下这个解脱的种子。第二个，说梵语呢，说明来源清净。第3个呢，就是这个题目的时候说梵语，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应该要意念，就是这些大德们的恩德。所以平时我们学习佛法和学习任何一个佛法的时候呢，对这些佛法的来源的上师啊，一定要有非常恭敬虔诚的这种信心来祈祷一直这样想。以前的很多古代的这些大德们呢，他们对自己的上师的这种感情，对自己上师的这种恭敬心是什么样，大家也应该清楚。所以，我们如果对这个上师啊，对这些佛陀，对这个传承上师呢，没有一个这样的恭敬心的话呢，恐怕他们传下来的法呢，对你的相续来讲是不一定是有利的。包括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来讲，也是有些人对这个自己的父母啊，对自己的这种老师啊，一点的好像无所谓的感觉。那么这样的话，这个老师和父母给你传下来的这些知识呢，就是对你的一生当中用的怎么样，就恐怕是不一定是很明显的了。如果你觉得我如今的成长，我如今的智慧全部来源于老师，来源于父母，对父母有非常大的这种感恩之情的话呢，那你相续当中的这些学问呢，一定会是用于这个实践的，用于是。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呢，往往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呢，就是对上师和对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意念啊，就是对他的这种感恩之情是怎么样。如果他有一定的这种就非常要想念上师啊，想念这种佛陀啊，以这样的心情的话呢，那他说出来的话肯定是对众生是有利的。然后他做出来的事情呢，对众生是肯定有利益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表面上好像这个赞叹佛陀，实际上自己也一点感觉都没有的话，那不可能是这个打动别人了。所以呢，平时的看自己的这个心性来观察自己，这是极为重要的。下面我们讲第2个问题就是义理啊，就是义理呢，经历一切佛菩萨，就是这个是医师们就是做的，原来吉天菩萨的原文当中是没有的，因为一般藏传佛教当中大家也是清楚，做任何一个论点，造了论点以后呢，后来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这些医师们呢，一方面自己的这个翻译过程圆满啊，就是翻译这33种圆满，中间呢不出任何违缘，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一方面呢，他们也对自己就信仰最大的这个，也就是说对自己最恭敬的这个本尊和佛陀面前呢，恭敬顶礼，就是有这么一个传统。那么这个是谁这样做的仪礼呢？这个仪礼的话，应该是
大家也应该清楚，这个如菩萨行论的话，在藏传佛教当中最开始的时候呢，国王这个持中得正就是国王持中得正的时候呢，就是嘎瓦巴扎就是嘎瓦巴扎三大意思之一，就是他是依靠肯萨米尔的版本而这个翻译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然后当时呢，应该这个赤阿巴坚就赤阿巴坚是那个藏地41代国王，就是他是应该金刚树菩萨的化身。他对这个佛教的贡献呢也是相当大的。一般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呢，就是国王宗藏冈波和持宗德真、赤阿巴坚这三位国王呢，就是叫做是这个祖孙三王，就是祖孙三王。那么他们呢，这分别为是观世音菩萨和文殊菩萨和金刚树菩萨的这个化身。那么他们对这个佛教的贡献也是相当大的，尤其是这个赤阿巴坚呢，他当时建立了非常大的译经院，然后从印度也是引起了许多的班智达，我们藏地也培养了很多的那个就是医师就是医师，然后在这个译经院当中呢，就是大量的这个翻译，以前在国王持中德真时候所翻译出来的这些前译的教典呢进行校对，然后还没有这个翻译出来的呢，就是进行翻译。那个时候呢，就是刚才那个三大意思，就是嘎瓦巴造是其中那个在两代国王的这个时代当中是这个最有名的一个意思就是这是这个首先刚开始的时候他翻译的这个如菩萨行论，依靠肯萨米尔的版本而翻译的，然后呢应该在那个后弘时期的时候，就是那个罗扎瓦仁钦颂钵的时候呢，这个仁钦颂钵呢，我们前面也是已经介绍过，大家应该这个清楚的。那么它是依靠印度中部的版本，就是也继续做过一次翻译。最后阿底夏时代的时候，应该这个沃罗扎瓦就是罗丹谢热吧，就是罗丹谢热，他呢当时也是藏地非常有名的，就是一位这个大医师。他后来的话呢，就是也进行这个校对，也进行从译，所以这个如菩萨行论呢有3次的这种翻译。但是在这里呢，应该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也是最主要的吧。就后来这些医师们呢也进行就是校对，依靠这个印度的范本呢进行校对，所以我们这样的论点呢，应该来源也非常亲近，而且它的内容很殊胜，词句也是相当优美的。由于此论属于经藏的范畴，应要按照国王规定的顶礼方式，在一切佛菩萨面前顶礼膜拜，这是意识所造的顶礼就是这是我们在这里也讲了，按照国王这个之中赤阿巴坚就赤阿巴坚他时代就是规定的。当然在这个之前呢，藏地的很多医师们自己对自己信仰最大的诸佛菩萨面前做顶礼，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当时国王呢为了遍清三藏，然后呢他要求如果这个包括这个女藏和属于女藏方面的所有的经典和论点面前呢，应该用一个顶礼一切之智的佛陀。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戒律方面的因果是极为这个细微的就非常细微的。那么这样的这种取舍过报的问题呢，唯一的佛陀的尽所有之和如所有之的对境，如果没有它的话，那这个诸佛菩萨菩萨和三位缘觉也是没办法通彻这样的因果趋势。所以呢一切律藏面前呢就顶礼一切之智的佛陀，就是有这样的要求。然后有关那个经藏和这个属于经藏的论点的前面呢，要顶礼，要什么？就是放一个顶礼诸佛菩萨。为什么顶礼诸佛菩萨呢？大多数的这种经藏的话呢，那全部是佛陀和菩萨依靠这个一些这个问答的方式来而这个形成的，比如说文殊亲闻经呐，或者是弥勒这个亲闻经呐，还有这个富罗那亲闻经呐等等，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这个对话形式的，就是所以大多数呢依靠这种方式，因此国王要求呢应该在这种论点面前以这个顶礼一切诸佛菩萨，就是应该有这样来取舍。然后有关这个论藏或者是对法方面的所有的经典和论点前面呢，要顶礼文殊师利菩萨。为什么呢？
唯一的文殊师利菩萨的尖锐的智慧，才能可以辨别蕴、界、处、缘起等等一切这个对法方面的概念和数目，就是它的这个定义等等。所以呢，当时是这样要求的。自从这个阿道赤喇巴经以后就是这个赤喇巴经以后呢，就是藏地基本上是已形成了一种一方面是这个当时的国王的这个要求，一方面呢也确实是为了辨清一些三藏的这个分类。就我们一看的是从它的定理句也看得出来，我这个是戒律方面的一部经典，这是戒律方面的一部论点，我这是这个什么这个论藏方面的一部论点或者经典，就是一看就辨别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汉传佛教当中的话呢，虽然以前那个，比如说鸠摩罗什或者是这个唐玄宗这些也是大量的这个翻译了就是确实是对这个在整个历史上来讲是这个前所未有的一些经论都已经翻译了，但是从这个方面呢，基本上都没有这个定理引理句的传统吧，就是没有这个。所以现在一看这个大藏经当中一看的话呢，就是前面就是这个分不清楚到底是这个是属于是论藏还是律藏，就是这个很难这个分，就是原因就在这里的。这是一个原因，那么我们刚才也在这里讲呢，就是这个国王呢，就是当时对我们的这个佛教的贡献是相当大的，而且他对这个出家人的尊重也，我以前也讲过，他一般来讲那个国王就是他有一个就是比较长长的这个发髻，然后这个发髻的这个上面呢就是有各种颜色的，就是有各种颜色的这个处短呢，就是打扮着。然后来一些出家人和来一些僧团的时候，他自己的这个发髻呢，就是松下来，然后铺在地上，然后出家人呢，就是全部就是踏在这个头发上而这个而行的，就是他国王呢，就是对出家人是如是的这个尊敬。这样以后的话，荷兰呢，就是所有的当时的这个藏地的这个佛教呢。就是极其的这个兴盛就是非常的这个兴盛。那么当时他也要求，每一个出家人呢应该七户那个施主来就是供养，就是所以不像那个现在一样，现在我们这里有些出家人的话，不要说7户，就是一个居士也是找不到，非常痛苦。是不是？有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都特别富裕，就是可能有700多户也不知道。当时这个国王是这样要求的，就是国王有这么样的要求，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尤其是他对这个衣襟方面呢，当然应该可以这样说，有些我们历史上的有些国王呢，看的话，比如说汉传佛教当中也是像那个乾隆皇帝顺治皇帝康熙皇帝等等，他们也是对这个佛教做出的贡献是相当大的。那么我们藏传历史上呢，也有这么大的这个大的就是了不起。以这个国王形式来护持这个正法就是也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也应该按照当时无著菩萨造论的时候呢，也是按照这个国王的什么就是定理句的方式来这样解释。对于论仪阿阇黎3天认为，就是那么我们这部论点如菩萨行论这部论点呢，论仪是这样，阿阇黎3天。这是印度的一位论师，因为印度论师当中前一段时间也讲了，印度有基本上现在我们翻译出来的有8、9个讲义，在讲义当中呢，最出名的一个是3天的这种讲义，还有一个呢就是纳波瓦的讲义，还有一个是慧远论师的讲义。这3大讲义呢，所有的印度的如菩萨行论著述当中是最出名的。所以我们这个无著菩萨呢，他在造论的时候，他就详详细细的翻阅了这些论点而进行造的。因此我们表面上看的这个三所还并不是很广的，就是不像其他的有些论师所写的那样广，但实际上它的最根本的问题上面的话呢，都已经参考了这些论点就是参考了这些著述。那么3天论师认为是他这个整个如菩萨行论呢，以初三、中三、后三包括整个这部论点的内容。按照顺序来，初三是即定理句，就是前面的我们弥和典马上讲的那个定理句，然后中三是从定理句到回向品之间，后三呢就是仅仅是回向品，就是它是以初三、中三、后三吧，就是以这个3项当中包括就是我们如大圆满心性修习的这个修法也是这个这个三处三引导文这样的。
他这里也是讲这个初三、中三、后三，就是有3个方面的，讲的就是首先是大乘菩提菩萨行方面的，然后众密乘方面的，然后无上大圆满，就是他这里也是指3个这个3妙方面来进行宣说的，这是以三天论式的说法。那波瓦阿瑟里是这样认为，以造论智引宣说六度感念恩德而做定理的这3部分，包括次论，就是他是以这种方式来宣说。也就是说，造论智引是从下面人生济难的开始到这个前3品，就是我们下面的第1品开始呢，就是下面难得，然后呢，就是前3品呢，就是讲是造论智引。回向品宣说呢，不是品，我们不是它中间讲的6波罗蜜多吧？6波罗蜜多的话呢，就是回向品呢，就是讲不是波罗蜜多，然后不方一品和还有真知品宣说的戒律波罗蜜多，然后其他的几个，其他的比如说安忍品啊、精进品啊、禅定品、智慧品，这几个我们论文当中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每一个品名都有了。但是呢，它6波罗蜜多的话呢，就是只有不识度和什么，就是这里这个次阶度啊，就这2个不明显，但是这2个，所以这个开阔性的就是这个内容，大家应该要明白。到时候我们这个考试的时候呢，整个全部的内容是怎么样说的，三天论是怎么样认为，然后你前面就是好几个大括号的话，那你就怎么填，就是应该想一下。然后那波瓦存在，有些人呢，那波瓦是什么意思啊？那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看过，特别伤心。不要这样的，应该先一步一步的全部学懂。只是其余的在内容的宋词当中是比较这个明显而易见。本注释的分法如下。今天讲到这里吧。ahom banzaran gara padma sadardo ahom banzaran gara padma sadardo ahom banzaran gara padma sadardo